下船后，金玉等人又一头扎进了一座名叫刘安山的大山。出口有曼军守着，大概有100来人。这帮王八蛋跟狗皮膏药一样难缠。阿元，还有其他出口啊，都被堵住了。硬碰硬肯定不行啊，我们得想办法引开曼军。有办法了。什么情况？怎么会有狼嚎声？难不成山里的狼要跑出来啊？出来了！所有人注意防御！趁着曼军全跑了，金玉等人忙从中央出口处跑了出来。壮壮这个蠢牛，说好了把人赶走就行了，他怎么还去追呀？这要是受伤了可怎么办？你们继续往前跑，我去找壮壮。我也去。你不能去，你跟着我去了，谁来保护他们？听话，乖，你们继续往前跑，千万不能停。我去找壮壮，不能丢下他不管。哈哈哈！罗将军果然英明，这些人当真从山里跑出来了，全部拿下！就是你们这帮怪人杀了何柴将军他们，就你们这副狼狈的样子，凭什么能杀得了我曼国那么多将士？说你们用了什么卑鄙手段？以为不说话就可以了吗？行，那我就把你们抓了，全带回去审问，看你们的嘴到底有多硬。这里是哪儿？我是死了吗？谁来救救我？我不想死，我想活着。这里好黑啊，我不想待在这里，我要出去。爹娘，娇娇，虎子，大姑，你们不要死，不要害怕，我带你去找世外桃源，我带着你们活下去。良缘，你在哪儿？救救我，良缘！别怕，我在这儿呢，乖，别动，我给你看看伤口啊，已经好多了。良缘，我在。看到金玉身上的伤，金母心底很不是滋味。他们虽然都受了伤，可好歹还能保持清醒，可金玉却昏迷了1天1夜，夜里还发了热，胡言乱语。如今已经退了热，也不知什么时候才能醒来。阿元，给小玉换好了药，你也休息一会儿吧。你一直都没有休息，身体会受不住的。我已经帮他换好药了。与曼军的这场恶战，他们打得十分艰险，无论是大人还是小孩，全都受了伤。看到你真好。你醒了真好。小玉醒了，太好了。见金玉醒了，金父等人都高兴地笑了起来，想过来嘘寒问暖，却挪不动脚，伤口太痛了。真好，一个都没少。大姐，你吓死我们了！好痛好痛啊！娇娇，快别叫了，越叫就越痛。娇娇受伤了。金玉这才注意到金娇腿上的伤，然后目光一扫，就见其他人也都受了伤。二表哥，你的脸，为了替我挡刀，他的脸被曼军划了一个大口子，都是我的错。娘，你快别自责了，不怪你，是我能力不够，与你无关。再有一次，我还是会护着你啊。你快别说话了，这道伤口痛得很。我们的东西呢？你昏迷后，生怕还有敌人追来，我们用敌人的战马带着你跑了好几个实战，带着行囊跑不快，我们便都弃了。反正只要有银子，吃的穿的都还能买。见你昏迷了，身上都是血，良缘吓疯了，给你治了伤，就带着我们不停地跑，好不容易才逃到了这山里，找到了这个山洞。进了洞里，我们才惊奇地发现我们身上的伤有多严重，流了那么多血，居然一个都没有死，这简直就是奇迹呀！我们身上的伤都是自己处理的，只有你和你爹娘还有你二表哥的伤是良缘包扎的。你们4人伤得太严重了，我们不敢动手，所以只能辛苦良缘了。半夜你发了热，良缘一直守着你，直到你退烧了，他才小眯了一会儿。那岂不是把他从下到上都看光了？你也别怪良缘，没有他给你治伤，你已经没命了。所以姑，我没怪他，不可能怪他，不怪就好。良缘救了你，你以后可得好好报答人家。他嫌我丑怎么办？胡说八道，哪里丑了？你顶多就是瘦了点，瞧瞧你这小皮肤，白嫩白嫩的，比谁都好看。行了，不跟你说这些了。良缘要真嫌你丑啊，早就把你给丢了，哪儿还会带着你逃呀逃的？哎，咱们现在成了这副样子，也不是说这些的时候。我累了，先歇息了，你也赶紧睡吧，不舒服就说出来哈。娇娇、壮壮他们呢？这个山洞有些小，壮壮和疾风进不来，和曼人的那几匹战马在洞外待着呢。雪团一进山里就自个儿跑了，也不知道去了哪里，到现在都还没有回来。大姐，你快看看小月，她不知道怎么了，醒来后就傻愣愣的不说话，只会盯着你看。小月，大姐，你唤我何事？你说话怎么不结巴了？方才小月说话了，对不对？醒来到现在，无论我们给她说什么，她都不吭声。这会儿小玉喊了她一声，她居然开口了。小月，你再说一句话给爹听听好不好？梁月依旧没有吭声，还是看着金玉。梁红有些急了，她女儿到底是怎么了？小月，你为什么不跟你爹说话？我有点不好意思，不知道该怎么和大家说话。梁元加快了手上的包扎动作，给丁香弄好，就瘸着右腿走了过来，喊了声梁月。梁月扭头看了他一眼，不言语，他的眼神清澈的仿若出生的小婴儿。你不认识哥哥了吗？认识的。梁元，你和梁伯伯别急，容我先和小月说几句。好，小月，你告诉我，你的脑袋是不是变得清醒了？
我的后脑勺虽然很痛，但脑子却是很清醒了。以前总是浑浑噩噩的，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，很多事情都看不懂，也学不会。但是现在我发现我能看懂了。哥哥给你包扎伤口的时候，我还觉得挺简单的，我也能学会呢。乖乖哟，小月这是不傻了呀！老天爷保佑啊！小丫头因祸得福了。但是小月，为什么你只听我的话，回答我的问题啊？因为我喜欢大姐呀，大姐很厉害，还很香。我一清醒就看到了大姐，所以我只想挨着大姐，听大姐的话。我虽然记得所有人，也没有忘掉以前的事情，但我才清醒，脑子里还是有些乱，心里也害怕，不知道该怎么去跟爹爹和哥哥他们沟通。只有待在大姐的身边，看着大姐，我才安心。梁元、梁伯伯，你们也看到了，小月没事，她只是胆小，对我过分依赖。你们也别着急，给她一点时间，让她慢慢的适应，时间长了，她就不会这样了。血团，你回来了。血团很开心，把人参涂在他的右手上。血团回来半个时辰了，他为了你特意去找了一根人参，见你不醒来，就不把人参给我，非要等到你醒来了，亲自交到你手里。金玉闻言很是感动，对血团表达了感谢。我的手暂时动不了，你帮我把人参递给梁元好不好？田人让我给你的，你要做给田人吃，不能私吞哦。梁元伸手接过来，想学着金玉那样摸摸他。血团很嫌弃的扭头走开。你的爪子和尾巴上都是泥土，好多天没洗澡，浑身臭得很，拉屎也没擦屁股，别挨着你家出面的熏着的。我又不是人，他什么屁屁？第二天一早，血团趁着金玉还未醒来，又跑进深山去给金玉找宝贝了。我家血团这只寻宝狐真是越来越了不得了。你脸上的伤恢复的比我预想的要好好养养，后面应该不会留下什么疤痕，就算留下了，你也不用担心。我知道一种除疤的药膏，只是目前没有药材做不出来，等到了日月部落，我再去找药材做除疤膏。太好了。梁元很镇定的继续帮大家查看伤势，从小到大一个一个的来。大家都恢复的很好，过了今晚，明早我们就可以继续赶路了。路上走慢一点，只要没有大动作，伤口都不会裂开。在山洞里提心吊胆的养了这么多天，终于可以离开了。我们可真命大呀！老天爷，请保佑我们后面别再遇上慢人了，遭不住啊！血团，你快回来啊！你可算回来了！哎，等等，你嘴里咬着的这个是人参，怎么这么大？以前挖人参，血团因为没有经验，老爱把根须挖坏。这一次可好，不仅找到了超大的人参，根须还完好无损。他是怎么做到的呀？田人，人家回来了，还给你带来了好东西。你消失这么多天，就是为了去找这个？血团点头如小鸡啄米。人家不仅找到了宝贝，回来的时候还带着宝贝去洗了个澡，宝贝的身上干干净净的，人家的身上也干干净净的，擦拭也用屁屁蹭草地了，不会熏到你了。你怎么这么可爱呀？梁元他是胡说八道的，你一点都不熏人，干净的很，你是最干净最漂亮的狐狸。田人，还是你最有眼光。哎呀，我的老银子呀！稳住，稳住，又不是第一次见到人参。哎，那是人参吗？那是老参王。哎呀，身须真长啊，像个胖乎乎的金胡子老头。能在有生之年看到这么大的人参，我死也瞑目了。好端端的，别说什么死不死的，这人参也不知道是多少年的，长成这个样子应该很补，正好切了熬汤给大家喝。哎，别，这么好的人参哪能炖汤啊？不喝，我们坚决不喝，再喝就补过头了。以品相来看，这根人参应该有300多年，至少值3000两银子。血团找来的东西都是你的，你别什么都分给我们。之前我们伤重，需要好好养着，现在伤势大好，就没有必要浪费这么珍贵的人参了。你赶紧收好了。坐在火堆旁，他看了眼熟睡的金父和金母，脑子里回想到那日金父2人被曼军射伤，撕心裂肺的朝他吼出的那句话：你不是我们的女儿。梁元，我睡不着，今晚不是很冷，我们去外面说说话好吗？好。天人，你是出来和俺老牛吃树皮的吗？不，我是来和梁元聊天的。你继续啃你的树皮去。我爹娘说我不是他们的女儿。我就说这几日养伤的时候，怎么感觉你怪怪的？原来是这么一回事。他们其实心底都明白的，只是没有说出来而已。是的，他们什么都知道。你说等安定下来后，爹娘他们会不会不要我了？不会不要你的，你这么好，没有人会不要你的。我也觉得我很优秀。如果爹娘真的不要我了，我也不会缠着他们的。到时候我带上壮壮他们住进深山里，以山
山林为家，以野兽为伴，过自己的快活日子。然后天天被山蚊子咬，别想那么多。永叔他们不会不要你的，再不济还有我在呢，你担心个什么？梁元抬手揉了揉他的脑袋，故意把他的头发揉乱，一巴掌给他打过去。明早起来给我梳头发，梳不好我修理你。没问题，别说明天，以后我都跟你说。以后？我记得你说过要追我，对吧？对啊，我喜欢你，所以要让你当我男人。你就不能委婉一点吗？不能，喜欢就得说出来。你38，我35，都是当爷爷奶奶的年纪了，这辈子一晃就过去了，咱们到死又是老单身。你说的真对，原来我已经是个糟老头子。所以呀，你以后要不要娶我？婚约还算不算数啊？要不要对我负责啊？你把我看光光了，也知道了我的所有秘密，敢说不你就死定了。要娶算数，必须负责，不敢说不。不后悔？不后悔。那你喜欢我吗？喜欢。不嫌弃我丑我瘦了？我嫌弃的一直不是你，是原先的那个金鱼。这还差不多。哎，你是从什么时候喜欢我的？不知道，反正我就是喜欢了。真不觉得我丑啊？你一点都不丑，只是有点瘦，养一养就有肉了。所以你还是觉得我浑身骨头，是个骷髅，个人的很。你可真记仇。没办法呀，以前我胖如猪，现在瘦如骷髅，我想忘记都难。你看看我的鸡爪子，美不美？这骨节又细又长。鸡爪子？你怎么能这么形容自己的手？你的手比鸡爪子好看。指甲有些长了，我帮你修修。金玉从空间里拿出剪刀，来，你帮我修手指甲，我帮你修脚趾甲。大可不必，我怕我的脚臭晕你。两人彼此帮对方修完了指甲，就越坐越近，越坐越近，然后金玉就坐到了梁元的怀里。真暖和啊！这2日我一直在想，把你们带去日月部落这个决定到底对不对？一开始因为有上辈子的记忆，所以我能提前预判出很多事情。可现在呢，所有的一切都有了变化，很多危险都提前发生了。若没有你，我想带着我爹和妹妹去日月部落会难上加难。若是你和你爹娘他们没有跟着我一起走，或许就不会受伤了。梁元，你想什么呢？什么叫做对不对啊？不管对不对，那也是我和我爹娘他们自己做出的决定，你没有逼迫我们，我们是自愿来这里的。边关乱成了这个样子，朝廷管都不管，可想而知，京城已经乱成了一锅粥。不去日月部落，我们能去哪儿啊？去京城？算了吧，那还不如躲进深山里头呢。哎呀，你别自责了，我们受伤与你的决定无关，相信我，我们以后一定会很好的。他抬起头，鼓起勇气亲了下他的下巴。别瞎想了，好好守夜，我睡觉去了。他说着就站起身，拍拍屁股走了。居然让他先主动了，不行，下次我必须抢在他前头。前面有个活人。梁元闻言跳下马车前去查看，看到草堆后面的人，他眼底露出惊喜之色。看到梁元抱着一个满身是血的白衣人走过来，金玉等人忙下车问情况。他晕过去了，从他身上所穿的服饰来看，他应该是赤云的百姓，遇上他也是有缘，我们不能见死不救。他知道左七郎的身份，但他不能直接告诉大家。你是不是认识这个人啊？认识，他就是左七郎。居然是他，太好了，我们一定要把他救活了。救活了左七郎，就能跟他一起去日月部落了。仙女，是你救了我呀？你是在喊我？是的，仙女。头一次有人喊我仙女，小伙子，你可真有眼光，懂得欣赏我的美。我的眼光一向很好，仙女，是你救了我吗？救了你的是我，一醒了眼里只有女人。左七郎，你跟上辈子还是一样的呀。哇哦，好个英俊的赤云公子哥呀！我们听到声音了，那个人醒了吗？果真醒了呀！小伙子，你是谁呀？从哪儿来的？怎么会受伤晕倒在这儿啊？你知道吗？要不是我女儿发现了你，你就失血过多没命了。说我叫左七郎，是日月部落的人啊。啥？你叫左七郎？哎呦喂，这可真是大缘分呐！我们正打算去找你呢。找我？金父先做了自我介绍，再将岩谷城的事儿与左七郎说了个遍。赤云国乱到没边了，我们实在没法待下去了。听说你们日月部落是个和平没有战争的地方，所以我们就想去你们那里定居，可以吗？可以，太可以了！我们日月部落欢迎你们的加入。哎呦，疼死我了！叔，你们真是好眼光。日月部落山清水秀，是个美丽的地方，你们去了那里肯定会过得很幸福的。疼！说归说，别太激动，小心你的伤，再流点血，你就可以去见阎王。跟我一起来赤云国的族人有36人，我们一上岸就各自分开，去了不同的城镇。分开之前，我们约定好了，立冬之前回渡口集合。若到了立冬，族人未全部归来，我们就在渡口多等10日。算时间，明日就是立冬了。我的族人们应该都已经回到了华岸渡口，从这里穿过弗莱大草原去华岸
暗渡口，坐马车5天就能到了，我们还来得及。你们知道我为什么叫左七郎吗？因为我姓左，在家排行第7，我有6个哥哥，2个妹妹。你爹娘可真能生啊！这都是小意思了。我们日月部落的女人都很能生的，有的人家生了7个儿女，有的生了12个。生孩子最多的是我大伯家，我大伯母生了15个孩子，最后活下来的只有8个。15个，这也太能生了，简直太可怕了。金玉吞咽了下口水，偷偷瞄了梁元一眼。若真的嫁给了梁元，他会不会让他一直生啊？来者何人？别射箭，我们是赤云人。赤云人。梁元忙将户籍证明拿出来，说了要去黄岸渡口的事情。七郎，阿雅，还真是你啊！哎呀，看到你真是太好了。阿雅，他们不是坏人，他们都是我的恩人，你快放我们过去吧。你受伤了啊，被曼君在胸口砍了一刀。曼人真该死。曼人一来，我们朗族就和古语族一起齐心协力去了草原北面，那里靠山，一有危险我们就能进山里躲起来。你要不要先去我家养养伤，伤好了你再回家？不了，谢谢你，阿雅，我的族人在等着我回去，我不能再耽搁了。你的好意我心领了。我虽然对阿雅很有好感，但还未到无法自拔的地步，所以我不愿留下来，也不会哄骗阿雅跟我走。她是个好姑娘，我不能耽搁了人家。那这个就是百寿山，我们日月部落就在百寿山的背面。百寿山里有很多未知的危险，翻山越岭是无法走到日月部落的，所以我们只能坐船航海绕行，水路比陆路快也好走。哦，这就是百寿山呐！哎呀，看着可真威风。我们走了这么久，总算到地方了。我们的船还在，太好了，族人们都在等着我。你们快看，那就是我们日月部落的海船。我们日月部落总共有2艘海船，是10年前我们用了很多晒干了的山货和海鲜从你们赤云国换来的。船虽然不是很大，但胜在坚实，在海上航行的时候比坐我们日月部落自己造的小木船安全很多。大旺、二祥，我回来了。是七郎，这小子总算回来了，我们等了他6天了。咦，跟他在一起的那些人是谁？天哪，好大一头野牛哦，他的牛角好大呀，浑身的肌肉好结实，一看就是个厉害家伙，比我们部落后面的百寿山里的野牛还霸气。不过赶车的怎么会是一个小女子？她好瘦啊，但眼睛很漂亮，亮晶晶水灵灵的，比星星还好看。滚！一群丑人，别当俺老牛的去路。大旺，你看到没有？这头野牛王叫了，它叫了耶，叫声好有力啊。我听见了，你看它喷鼻子的样子，太有个性了，我好喜欢它。我也喜欢。终于有人愿意加入我们部落了。金姑娘他们去了我们的部落，这头叫做壮壮的野牛也会跟着去。不得了不得了，我们部落今年冬天走大运了。来，七郎的恩人们，快请上船，事不宜迟，我们这就出发。这艘船是谁的？里面有人吗？这是田首富家的船，船上没人。我们刚到这儿的时候，田首富家的船夫们正好离开，说是要去京城，临走之前还警告我们不许动他们田家的船，否则后果自负。田首富你们应该知道的吧，他是赤云国第1皇商，是我们日月人的第1大客商，他的船我们是万万不能动的，动了他就不买我们的海鲜了，也不会再卖米面给我们。金玉等人心底很失望，他们只能坐日月人的这艘船了。这船很小，你个头太大，绝对不能在船上跑来跑去的，否则就会把船弄坏的。船坏了，我们就会掉进海里，然后全部淹死在里头，你也会被淹死。天人，你看俺老牛会游水，淹不死，可真是神牛啊！金玉无语了。是啊，牛会游泳，但是壮，快回来，别游远了，有海浪过来了。野牛王被夸得嘚瑟起来，忽的一个大海浪毫无预兆的打过来，将他彻底淹没，吓得金玉等人脸色大变。哇，好险呐！俺老牛差点就死翘翘了。这水的味道好怪啊，劲儿也很大，和山里的河沟沟完全不一样啊。哎呀，太吓牛了！俺老牛需要喝口甜水压压惊。壮，你有没有事儿？哎呦，刚才真是吓死我了，浑身都湿了。冷不冷啊？走，我带去烤个炭火。被众人围住，野牛王有些暴躁。都滚开！俺老牛要找田人喝甜水。金玉从后面挤了进来，拉着野牛王的牛角就去了一边。为什么壮这么听金姑娘的话呀？因为金姑娘美如天仙，还是壮的救命恩人，所以壮只喝她喂的水，其余人喂的她都不喝，也不让别人碰，连梁公子他们都轻易碰不得。所以啊，你们千万别去找死，乱摸壮，听到了吗？摸了会怎么样？他会把你们撞飞。至于怎么撞，我也不知道，因为我没见过，是金姑娘他们说的。不过这几匹马儿都是壮的小弟，只要有壮在，赶路的时候他们就不敢走在前面，全走在壮的后面，可见壮不是好惹的。
我跟你们说，金姑娘他们队伍里不仅壮壮厉害，那只白狐狸也是个厉害的，还有梁公子，看到了没有？我这个伤才几天就结疤了，是梁公子给我治好的，他是个神医啊！娘啊，神啊，捡到宝了呀！他们日月部落里总共只有3个医者，属大巫师最为厉害，可与各国的医者相比，大巫师就是个吊车尾。嘿嘿，除了梁公子和壮壮，金姑娘也很厉害，她会女工，能缝制各种各样的衣服、被子、鞋子。你们看我身上这件衣服，刀口这里这别致的竹子图，这是金姑娘缝的，好看不？好看不？好看，好看。还有金姑娘的母亲，她是个很厉害的大厨子，做的饭菜可好吃了，简直就是人间美味。金姑娘的父亲也很了不得，他很会做生意，那个脸上有刀疤叫做丁流的少年，你们可不能小瞧了，他是个读书人。什么是读书人呢？那就是教书先生啊，识千字，读百书，教大学问。咱们部落识字最多的是2位族长，他们认识多少个字呀？才72个字。人家丁流公子会多少字？无数个字。你们知道丁流公子的爹和大哥是做什么的吗？他们一个是木匠，一个是瓦匠，2个人合在一起能做什么？盖房子呀，青砖大瓦房。这是我娘做的萝卜干，你们拿去尝尝，配着米粥吃特别香。大旺等人吃过萝卜，却没有吃过这种萝卜干，顿时觉得异常珍贵，不好意思接过来。大旺哥，你们不能不接，如今我们共在一条船上，这日后还有很多事情得麻烦你们，一点萝卜干而已，你们若是不接，我们又怎么能好意思喝你们的粥？麻烦你们呢，快收下吧。大旺兄，我们没有怎么吃过海鲜，难得来到了海上，想好好尝尝海鲜的美味。这米粥以后就不用给我们煮了。对，听说海鲜这等美食可金贵了，我老早就想好好尝尝了。好，那明早我就跟你们抓海鲜。我都忘了，你们的老家没有海，是吃不到海鲜的。海鲜干货又很贵，你们是农民，肯定舍不得买。他们日月人会用最尊贵的美食来招待客人，对他们来说，米面就是最尊贵的，所以他们才会煮了米粥，完全没有考虑到客人们天天吃米面，早已经吃腻了。哇，好多鱼啊！这都是什么鱼啊？长得我们都不认识。这大鱼好精神，不要拿它煮面条。娘，那小白鲨你别伸手去抓，会咬人的。啥是小白鲨？还会咬人？金姑娘居然认识鲨鱼，听别人说过，鲨鱼不能吃吗？能吃，但是不好吃，因为晦鱼吃人，所以肉是臭的。真晦气，捞上这么一条害人的东西。二祥拿过一根长棍，想要插死小白鲨。不要伤害它。鲨鱼虽然会咬人，但你只要不伤害它，不闯入它的领域，它不会伤人的。杀了它，海里也还会有其他鲨鱼，咱们是永远也杀不完的。把它丢进海里放生就好了，就当是行善积德了。他说话的时候，那条小白鲨猛地摆动2下，滚到了他的脚边，张开了满是尖牙的嘴巴。金玉吓得一个机灵。大梦等人以及金母和金兰都看傻了，这放生方法也太简单粗暴了。我不是故意踹他的，他刚才想咬我。我们相信你。闺女，这种鱼怎么做啊？看你这么激动，我还以为你会做呢。我都没见过这几种鱼，怎么可能会做啊？小玉也没见过呀，你问他有用吗？对，我也是头一次见。娘，你就随便做，油炸、红烧、清蒸，想吃什么味儿就做什么味儿，顺便再煮点面，不能只吃鱼。好嘞，那我就看着办了。哇，太好吃了，真的太好吃了！原来这些杂鱼还能这么做呀？与之相比，咱们以前做的那些鱼都是什么玩意儿啊？金婶婶，你真不愧是神厨啊，我等佩服。小意思啊，不就是几条鱼嘛。晚上啊，我继续给你们做美味鱼。太好了，又捞到了好多鱼，咱们这几日的运气真好，一次都没有捞空。咦，这条鱼，我去，小白鲨。这是上次被捞到的那条小白鲨，它怎么又被捞上来了？好有缘啊，我们又见面啦。一看到金玉，小白鲨就用力摆动，滚了过来。见有鱼敢靠近自己的田人，野牛王一个不爽，靠过来一蹄子踹过去。左七郎等人和金玉也看傻眼了，原以为这次之后和小白鲨就是永别了，岂料第2天捕鱼的时候，小白鲨又被网了上来，大伙儿无语了。大姐，这鲨鱼该不会一直都在跟着我们的船吧？应该是的吧。说他没有感觉错，小白鲨是冲着他来的，看着他的目光似乎是在表达求收养。养个屁呀，他养了牛，养了马，养了狐狸，怎么可能还养白鲨呀？直到小白鲨第7次被捕捞上来，金玉拦住了野牛王，小心翼翼的去摸了摸小白鲨，见他是真的不会咬自己，便悄悄给他喝了灵泉水，无语的看着他。我真是服了你了。行了，你想跟着就跟着吧，自己注意安全，回去吧。
梁元等人对金玉的能力早已见怪不怪，左七郎等人却看傻了眼。那条小白鲨还只是个宝宝，因为我和壮壮踹了他几次，他被我们的实力折服了，所以他不敢咬我。梁元等人无语了。哦，原来如此啊！早知道我也踹他几脚了，腿不争气啊！等下次他再被捕捞上来，我们就踹他。金玉等人无语了。左七郎等人打好了如意算盘，还想好了踹小白鲨的各种姿势，但小白鲨却不如他们所愿。自那天之后，没再被捞上来。金玉时不时的就会看向海面，见到小白鲨的身影就倒水下去，小白鲨张嘴就接住了水，哪还需要进渔网啊？哈哈，是日族的船，回来能遇上你们真是太好了。左七郎、陈大旺，你们的东西都卖完了没有？卖完了，但是运气不好，遇上赤云国在打仗，没有买到多少粮食。王大文，你们在东邻国的情况怎么样？东西卖完了吗？买了多少粮食？我们运气好，正好遇上东邻国大丰收，买了2万斤的大米，2万斤的面粉，还买了很多的粮食种子。嘿嘿。哦，对了，给你们看个2个人，七郎兄弟，快看，我身边这位娇美人叫做田秀秀，是我在东邻国娶的媳妇儿，她叫秦雨柔，是我的媳妇儿。我们兄弟2人在东邻国都娶到媳妇儿了。左七郎，你们羡慕不羡慕？嘿嘿嘿。二人兄弟只顾着开心，丝毫没有发现秦雨柔低垂着的眼眸里满是嫌弃和厌恶。七郎，你们身后那些人是谁？左七郎大笑着给他们介绍金玉等人。你们选择来我们日月部落是很明智的选择，我们部落山清水秀，人美善良，是最适合你们的地方，欢迎你们加入我们日月部落。远道而来的朋友们，到了部落以后，若有需要帮忙的地方，你们尽管说，不管你们是定居在越族还是日族，都是部落的人。仇人们，初次见面，请叫俺老牛大王。牛，好大的牛，还有马和狐狸。好吓人啊！相公，越族的船上怎么会有这种怪物呀？太可怕了！壮壮不是怪物，他是野牛，是我的牛。姑娘养这么可怕的野牛做什么？我觉得它威武霸气，所以就养了。我可以吗？可以是可以，但野牛性子野，若是伤了人怎么办？大文媳妇，你是不是被牛撞过呀？不然怎么会一看到我的牛就说它会伤人？在船上待了这么多天，我家壮壮一个人都没有伤过，特别的乖。不信你问问左七哥他们。真的，壮壮很乖。大文媳妇儿，壮壮跟一般的野牛不一样，不会轻易伤人的，你们就别瞎担心了。大文媳妇儿，听到这4个字，秦雨柔瞬间跟吃了苍蝇一样恶心，心里恨死了金玉。这个女人的嘴巴怎么可以如此恶毒，竟敢叫她大文媳妇儿？她堂堂县令千金，若不是逼不得已，岂会委身给王大文这种粗人当妻子？媳妇儿，秦姑娘既然能把野牛带上船，肯定是能看住的。牛是很珍贵的劳动力，有一头这么壮这么好的牛去日月部落是一件很值得高兴的事儿。你如果害怕牛，就不要靠近它，有我在，它伤不着你的。哦，难怪叫鬼物呢。同在一艘船上，我看着近处都模糊了。孩子他娘，你挨我近一点，我都快看不清你了。现在看清了吗？看清了，看清了。孩子们，快过来爹这边。不要，我挨着大姐就行了。我跟大表哥和二表哥在一起。爹，你不用担心我们，船稳得很，我们不会掉下去的。你们不用紧张，此物看着虽浓，但没有毒。我们日月人与鬼物共存了几百年，已经习惯了它的存在，是不会迷路的。若是觉得害怕，你们可以进船房里休息一下，我们还需要2个时辰才能走出鬼屋。生物不会散吗？散不了，鬼物在这片海域已经存在300多年了，一年4季都不会散，谁也不知道它是怎么出现的。鬼物覆盖的海水里有什么呀？有很多吃人或带毒的鱼。鬼物之所以叫鬼物，不仅是因为这百年不散的雾，还因为海水里有很多危险的鱼，它们有的长得像蝴蝶，有的像石头，有的像蛇。凡是落入这片海域里的人，没有一个能活着出来，包括我们日月人。以前没有大船的时候，日月人每次进入鬼物都是九死一生。我们的木船经常在鬼物里打翻，人落入了水里，不到半会儿就被那些可怕的鱼分食，尸骨无存。所以你们离围栏远一点，掉下去是会没命的。跟我来一下，我想跟你说说秦雨柔的事情。你认识她？不认识，只是听说过。我会记得的，是因为她害死了左七郎。前世秦雨柔是在我离开之后的第3年来的日月部落，她是东邻国一个小县令之女，因父亲贪污受贿被抄家，侥幸逃了出来，仗着读过书，以温柔善良哄骗了王大文，来到日月部落当了女夫子。秦雨柔心比天高，把日月人当成傻子，想要控制日月部落，不甘心当王大文的女人，背地里勾引其他男人为她做事的同时，把王大文耍得团团转，为她的欢心进山寻宝。王大文被熊瞎子咬死，成了寡妇后，秦雨柔更加肆无忌惮地勾搭男人。她想迷惑左七郎，可左七郎看似浪荡，却是个洁身自好的，没上秦雨柔的贼船不说，还看穿了她的真面目。她担心左七郎在外拆穿她的真面目，秦雨柔联合拼夫害死了左七郎。梁元说到
这儿，眼底浮出怒火。虽然后来秦雨柔事情败露，被左家人丢入大海，死无全尸，但左七郎前世是真的死了。秦雨柔提前来了日月部落，我不能再让前世的悲剧发生，得让所有人看清他的真面目。所以到了日月部落以后，我们得防着他，一旦他露出破绽，便斩草除根。这辈子他再敢害王大哥和左七哥，我们就弄死他。你变得越来越凶狠了，被这个世道逼的，没办法。你变得越强，我就越放心。雾里雾外是2个天啊！雾里虽然冷，却没有下雪，一出来就下雪，好大的雪啊！野牛王、疾风、雪团这些兽首全站在他身后，见他伸手接雪花，也好奇的想抬前脚接雪花，却只有雪团这只狐狸能轻松的抬起前爪将雪花接住。野牛王和马儿们怎么接都接不好雪花，气得张开嘴，等雪花落入嘴里，冰得打哆嗦。咦，呸，贼难吃。哎呀，还好木炭和木柴刚好够用，不然我们就要遭罪了。壮壮和疾风他们的草料在今早全都吃完了，一个个都暴躁得很。天人，俺老牛好饿，好饿，好饿，好饿。金羽忙过去安抚他，给他喝灵泉水，之后又去喂疾风这些马儿。喝了水，野牛王这些兽首就不饿了，欢快地站在船板上淋雪。壮壮，快看，你儿子！野牛王瞥了他一眼，身子使劲一抖，雪牛落到地上，啪的摔了个粉碎。壮壮，你把你儿子摔死了！族人们得知我们回来，来接我们了。嘿，我们回来了！恭迎英雄们回家！雨柔，你快看，那些就是我们的族人，下这么大的雪，他们也不忘来迎接我们。族人们太好了！王大文很兴奋地抱起秦雨柔转圈圈。你别转了，放我下来！他怎么可以大白日的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抱起他？还要不要脸了？粗人就是粗人，永远上不了台面。今天的雪下得真好看，雪虽然很冰凉，但我心里却是暖的。哎呀，不用再奔波流宿荒野了，我们到家了。爷，能不能别哭了？胡子都沾到眼泪了。啊？啥？眼泪？还真被眼泪弄湿了。不行，得洗洗，形象很重要，很重要。恭迎英雄们回家！回家！各位父老乡亲们，我们回来了，在外数月，我们想死你们了。你们这些小子，赶紧下来，别站在船上当风景。见过族长。你们一路上辛苦了。族长，我们不辛苦，能出海经商是我们的荣幸。连族长都来了，日月人可真齐心呐。左七郎不是说了吗？出海经商买粮对部落来说是很重要、很光荣的事情。船上怎么还有外人？那些人是谁？那头牛好大呀！我们要下船了，到了岸上，你不要随便乱跑哦，一定要紧紧跟在我身边。天人，你越来越唠叨了，俺老牛又不是不懂事的小崽子。各位父老乡亲们，这14位贵客来自赤云国，赤云国正逢天灾与战乱，他们想寻太平之地生活，便来了我们日月部落。族长、爹娘、哥哥们、梁兄他们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希望你们能够接纳他们。救命恩人，此话怎么说？赤云国被曼军侵略，曼军见人就杀，我被曼军一路追赶，逃亡中身上的东西全弄丢了，还受了重伤，是恩人们救了我，治好了我的伤，我才能活着回来见你们。谢谢你们救了我家老七，我左大洋感激不尽。你们是我们左家的恩人，来了日月部落，请尽管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尽心招待你们的，我们很欢迎你们的到来。不用谢，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，也是我们和左七郎有缘，才能侥幸救了他。你们都是善良的人，善有善报，来到我们日月部落，你们就放心住下来吧，一会儿恩人们可以暂时去我们家休息。那就麻烦你们了。不麻烦，不麻烦。你们居然用麻绳绑柱子来盖房。我们知道这种盖房子方式不对，也想学习外面的盖房技术，但各国都没有人愿意教我们，想学就得付出很多很多的银子，我们部落拿不出来那么多银子，自己研究又学不会盖房，只能将就住这种房子了。见他们忙活，接母就想去帮忙，被左母拦住了。哪有让客人帮忙做饭的道理啊？招娣妹子，你坐着就行了，不用管他们，让他们自个儿忙活。你们走了一路也累了，好好休息休息。金母见此也不再坚持了，一屁股坐下去，就觉得凳子摇晃的厉害，像是要散架了似的。
哎，几颗糖而已，又不是什么珍贵的东西，给孩子们尝尝鲜。糖怎么会不珍贵？这东西可真贵了，老贵了。左伯伯，你们这儿的糖之所以贵，是因为无人会做。你们不会做，但我会做。这些糖都是我做的。你做的？对，那糖是我大女儿做的，所以你们也别拦着孩子们吃糖了。糖没了，以后再做就行了。可是我们部落里没有做糖的材料啊。没有就种呗。滚远点儿，别靠近俺老牛。俺老牛不是那些蠢马，容不得你们瞎摸，容不得你们喂食物。再敢靠近俺老牛，就撞飞你们。看到了没有？壮壮是头有脾气的牛，不会随便吃别人给的食物的。昨晚是累极了，又有金姑娘的交代，他才会勉强吃那些草。今天不行了，起床气犯了。哎呀，咱们拿他没辙。走走走，别靠近了，他的块头这么大，咱们这种小身板是不经他撞的。我不走，我要看着壮壮吃草。哎，你这个臭屁孩！你们在做什么？石头喜欢壮壮，想喂壮壮吃草，但壮壮不吃，还很不耐烦。我跟石头解释了半天，这孩子就是固执不听，非得留在这儿看壮壮。我怕壮壮发火，正想把石头拉走，你就来了。石头，你喜欢壮壮？石头闷声点头。壮壮长得巨大又威风，谁见了都会喜欢。但是石头，壮壮脾气很大，我不在的时候，你千万不能靠近他，也不能碰他，很危险的。亲眼看到野牛王轻轻松松地将木头踩断，左七郎和左石头震惊地睁大了眼睛。金姑娘，你尽管放心，你说的话我们都记住了，我们保证不会随便来招惹壮壮的。金姑娘，本来今天是打算带你们去族长那儿的，但路上积雪太厚了，不好走，所以只能等明日雪化了再去。好，我明白了。你们尽管在我家住下，不用觉得不好意思。壮壮，我们现在来到了新的地方，很快就要开启新的生活。你跟在我身边已经很久了，也见过了很多人，你该学会与其他人相处了，不要动不动就想撞人，得分好坏。行了行了，天人，你别再学鸟儿喳喳喳了，俺老牛都听你的，行不？我正在跟大巫师他们说你们的事情呢，大家都同意让你们留在越族，给你们办理越族的户籍，免费分地基给你们盖房子，你们可以自由选择村子，想定居在哪个村都可以，还能自由选择村子，这真是太好了。我要选左家村。我们也选左家村。哈哈哈，我赢了，我赢了！我们左家村果然是最好的，贵客们都选择要住在我们左家村。哈哈哈哈！你笑个屁！人家选择左家村是因为左七郎，又不是因为你。滚一边凉快去！就是，你有什么好得意的？看到你这张脸，我就想给你一巴掌。哈哈哈哈！哎呀，你们就是嫉妒我，嘿嘿！不跟你们说了，我要去招呼我们村的新村民了。左村长是我二弟，他叫左二阳。你们别看他憨头憨脑的，实际是个人精，反正比我这个当大哥的厉害。他很有领导能力，你们日后有什么需要就尽管麻烦他，不用客气。对对对，不用怕麻烦我。我作为村长，职责就是帮助所有村民，让大家过好生活。我这就带你们去办理户籍回了村就赶紧把地基选了，你们想选哪块就选哪块。等等，左村长，我有句话要说。行，你说。我们虽然对左七郎有恩，但既然加入越族，就是越族的人了，什么事情都得按照越族的规矩来，无规矩不成方圆。你们不用对我们特殊优待。对对对，按规矩来。小兄弟说的对，无规矩不成方圆，就按规矩来吧。行，就按规矩来。左二阳，你带他们去办户籍，选好了再谈价格，该收多少银子就收多少银子。好嘞。前日你们刚回来，很多事儿都没说，你现在赶紧给我们详细说说那些人的情况。反正恩人们已经选好村子了，他也不隐瞒什么了，把金玉等人的能力都说了出来。得知外来的这14人都是各有本事的，9个村长都气疯了，追着左七郎打。你小子是故意的对不对？你怕我们抢人，所以早前什么都不说，等他们选好了村子，你小子才说出来，太奸诈了你气死了。哎呀，你们怎么不选我们陈家村呢？我们陈家村在镇子中间，前有海，后有山，地又平，比左家村好多了。而且你们也认识我大哥，可惜，太可惜了。他一边遗憾的叽里咕噜着，一边手脚麻利的把户籍办好。越族人虽然不识字，却会画图，所有的登记都是用简单易懂的图形来代替的。金玉3家人各自拿着自己家的户籍，看着上面那些稀奇古怪的图案，一个个眼角抽啊抽的。爹，我知道我以后想做什么。什么？我开书院，我当夫子。老二，爹举双手支持你。
我今天就想跟我爹娘他们敞开心扉的好好谈一谈。想说什么就说，有些事儿不能一直压着，别怕，有我。放开俺老牛的田人，俺老牛饿了。确定了，就选这里。行，那我就给你说说价钱，因为此处很偏，后面的大山里经常会有野兽出没，没有人会来这里盖房子，你们给个100文钱1亩地就行了。金父难以置信地瞪大双眼。金老弟是觉得贵了吗？若是觉得贵了，价格我们还可以再商量。不，我不是觉得贵了，我是觉得太便宜了。在我们那儿，像这样的地基至少能卖2两银子1亩。对，2两。所以左村长，你是不是给我们算便宜了？说好了要按规矩来的。哎呀，金老弟呀，这里不是赤云国，地基不值钱，日月部落的人少，最不缺的就是地，好多地基放着都没人使用。我没有给你们算便宜，这地基呀，就是这个价。我大哥家旁边的那段地儿好不好？特别好，但你们知道那里什么价吗？150文钱1亩。嘿嘿，没错，就是这个价。那里是村中心，200文钱1亩，那边140文钱1亩。哎呀，不骗你们，你们不信呐，可以随便去问。不仅越族是这个样子，日族的地基也是这个价。你们不用拿这里和外面比，没法比的。我们这儿的物价和外面不一样，像那种5斤的大海鱼，1文钱就能买一大条。要说我们日月部落最贵的东西是什么，那就是从外面买来的米面、种子、布料、农具等等东西，物以稀为贵。那些东西我们日月人没有，所以呀就很贵了。原来如此呀。左村长，我们金家要买5亩地基，就中间那5亩。我们梁家也买5亩，要左边。丁达嘿嘿笑着，他们2家把左边、中间都要了，我们要右边，也是买5亩。你们买这么大呀？这得盖多大的房子呀？不光是盖房子，我们家还得开地种菜，弄个大草坪养牛和马儿。我们家也一样要开地种菜。我们家也是。种地，我们部落的土质不太好，种不出什么东西的。你们看那边，那是我们村里人种的菜，全被冻死了。没被冻死之前，地里的杂草比菜多几倍。左村长，你们种不出好菜，不怪土壤，是种植方法不对。至于哪儿不对，我这会儿没法和你细说，我只能说我知道怎么种出好粮食，光说不行，得眼见为实。等我们3家把房子盖好了，把地开好了，种出东西给你们看，你们就能明白了。好的，你们从外面来，见识多，本领大，说不是土壤的问题，那肯定就不是土壤的问题。我相信你们的能力，就等着你们来年种出好粮食了。爹娘，我有话想跟你们说。从你和梁远找到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发现你不一样了，你有很多行为都没有刻意隐藏，我们作为父母的，想不察觉都难。最先发现你异样的时候，我和你爹没往别的方向想，以为你只是经历了生死之劫，被吓着了。可后来你的种种行为变化，让我们不得不胡思乱想起来。后来就猜到我们的女儿小玉可能是被妖邪附体了。金玉闻言皱紧了眉头，不言语。猜到妖邪这种东西的时候，我们有想过烧了你，或者想办法把我们的小玉弄回来。可妖邪占据的是小玉的身体，我们一旦伤害到妖邪，小玉的身体就会受伤。我们不想让小玉受伤，就一直隐忍着。后来我们发现你并不坏，还是个心好的，就想着我们是不是猜错了，你并不是妖邪。再后来你被佛祖的法器选中，这让我们更加觉得你是个与众不同的妖邪。你会变成我们的女儿，应该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。我不是妖邪，我是人。是的，你不是妖邪，是我们误会了你。小玉的身体本来就不好，在被他二叔丢掉之前就已经快熬不住了。我们其实已经做好了会失去他的心理准备，可真到了失去他的时候，终究还是很难受。这孩子自小体弱，
过，常年吃药，吃了很多苦头，一天好日子都没有享受过。我这当爹的真的很对不起他，我们一直都在盼着他回来，想着你总有一天会离开，小玉会回到我们的身边。但是过了好久好久，你都没有离开。不仅如此，你还带着我们翻山越岭的活了下来。知道你是个有本事的，我们心里就很复杂，既盼着小玉快回来，又不想让你消失，因为你真的很能干，能让小玉的身体好起来，能让我们活下来，能让我们不缺吃的。我就是个自私自利的父亲。看到你健健康康的，我真的很开心，也特别的安慰。所以啊，很多时候我就很自私的想着，你不是别人，你就是我们的女儿金玉，我要把你当作女儿来宠。那是被曼君追杀，我吼出那句你不是我们女儿的时候，我心里撕心裂肺的疼，很疼，特别疼，就怕你以后都不要我们了。我就是金玉，不管你们信不信，我就叫金玉，我是你们的女儿，我不会不要你们的。信，我信，你就是我的女儿。那日重伤，我昏迷中做了一个梦，我梦到了小玉，她说你就是她，她就是你，你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，她在这里死了，你在那个世界也死了，所以你们两个才会灵魂互换，变成了对方。你说什么？不仅是你娘做了这个梦，我也做了这种梦。因为你在那个世界的身体受了重伤，所以小玉过去没多久就没了。她在转世之前托梦给了我们，让我们真心待你，不要心存芥蒂。你不是占了我们女儿身体的要挟，你是在她死后才过来的。你是人，活生生的人。你们没有骗我，说的都是真的吗？就怕你不信，所以小玉给我说了你那个世界的名字，那里叫做地球，还说你生在华夏，是个大胖妞。那日小玉赶着投胎，好多事儿都没有说清楚，我和你娘这心里啊真的很难受，却无法跟别人言语。赶路的时候大家都在一块儿，我们想跟你聊聊，又不知道该怎么开口。今儿个你要是不找我们聊这些，我们也打算找个时间与你说的。我们是一家人，有些事情就必须说清楚了，这日子才能好好过下去。你既然已经成了我们的女儿，那就一辈子都是我们的女儿，你不能不要我们，也不能不要娇娇和虎子，否则我还怕你们不要我了呢。不可能不要你的，死也不会，你就是我们的女儿。对，你就是我们的女儿，这么好的女儿哪能不要啊？我是你们的女儿，现在是，以后都是。好啦，你们别哭了好吗？既然都说开了，我们好好的聊一聊。好，娘不哭了，咱们聊，畅快的聊一聊。娇娇和虎子知道我的事吗？不知，我没给他们说，这事儿咱们也不说，我们三个知道就行了，以后啊全烂在心底。那个梁元也是知道我的事情的啊？什么？那他有没有伤害你？哎呀，不对，难怪那小子对你那么好，他是一开始就知晓了呀。我就说呢，他和你一直很不对付，怎么会突然变了态度，还愿意和我们一起同路，走了这么长时间，来到这个地方和睦相处。所以说梁元自始至终喜欢的人不是小玉，而是你。这不明摆着的吗？在大平村的时候，我们那么对梁元，小玉还闹着解除婚约，梁元气得骂了我们一家子，恨我们恨得不行，哪会喜欢上小玉？以前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现在总算明白了，梁元这是知道小玉变了，才会有那种心思的。嘿呦喂，这小子眼儿可真尖，你真的看上梁元了是不是？他很好那我们就不反对你们在一起了，只要你开心就好。虽说梁元和小玉有娃娃亲，但那是金老头擅自主张定下来的，我和你爹啊一直都不承认这门婚事，小玉也不同意，他们俩没有任何关系，你心里也不用多想，你没有抢小玉的婚事，你只管跟着你自己的心走就行了。爹娘，你们先回去吧，我带着壮壮和雪团去走一圈。壮壮，你的背太硌屁股了，有的做还嫌弃，俺老牛都不嫌你脏呢。宠俺牛儿，奔跑吧！跑个屁，地上全是稀泥，摔了田人，剥了你的皮。别喝，那是我用来抓野味的。壮壮，一会儿就靠你了。给口水，干啥都行。
辛苦你了啊！今天的试验很成功，百兽山里野味超级多，只是走了一小圈儿，咱们就弄到了这么多的猎物。等以后盖好房子住下来，熊瞎子下山了，救命啊！好大的熊啊！走，壮壮，快去帮忙，别让熊伤到了人。野牛王却动也不动的，懒洋洋的斜眼看他，背上有好多东西，不想跑。抱歉，我帮你拿下来哈。金玉伸手就要抬野猪，一只手却比他先一步伸来，将野猪从野牛王的背上先落到地上。梁远，你怎么来了？见你许久都没回来，怕你迷路了，我就来找找。有壮壮和雪团在，我怎么可能会迷路啊？壮壮，别瞪眼了，赶紧去追熊。就会欺负牛，人家壮猪当背兜还得追熊，认识你这个田人是俺老牛的不幸。壮壮，你受伤了，请大家都后退一些，不要围上前来。壮壮现在脾气很暴躁，容不得旁人靠近。田人，人家受伤了，撞得头好痛，肚子也好痛，救命啊！给水喝呀！金玉心疼的摸了摸他的头，从布包里掏出一颗帕子，背对着众人沾了点灵泉水给野牛王洗伤口，再掏出一包药粉撒在野牛王的伤口上。野牛王疼得跳了下。轻点啊！田人，你要杀牛啊！你别跳，越跳越疼，还好伤口不深，养几天就好了。好了，不疼了，壮壮乖乖，不哭啊！咦，把你的眼泪收回去。壮壮，谢谢你救了我，谢谢。若是没有这头牛，他今日必死无疑。这位大哥，你快请起，不用行此大礼。金姑娘，谢谢你。金姑娘，你们家的牛刚才太霸气了，厉害，真厉害！多亏了壮壮救了三林，不然他老娘得哭死。这里经常有野兽下山吗？是的，有时候晚上，有时候白天，四季都有野兽下山进村伤人。以前呢，各村都有好些人被野兽咬死。咱们部落前有海，背靠山，出海得防鲨鱼和各种食人鱼以及毒鱼，进山就得防大野兽。海上、山里都不安全，打猎出海都是危险活。为了一口吃的，大家都得拿命去拼。我们刚来村里，得了大家很多帮助，这些野味就都分了吧，让大家都尝尝鲜。分什么分？你们带来的食物没剩多少了，这些野物不能分啊，得全留着，用盐腌制起来，正好可以吃一个冬天。邹姑娘，你的好意我们都知道，但是我跟你说，咱们村里是有规矩的，大家合力一起上山打的野味可以分，但一个人打的野味是绝不可能分的，谁打到就是谁的，没处理的凭什么分东西？有那个脸吗？金姑娘，猎物你只管收起来，不用想着分给谁，大家不会说什么的，你分出去他们也不会要的。升米恩，斗米仇，左村长都如此说了，金玉也就不再提分猎物的事儿了。地基不稳，盖出的房子很危险，容易倒塌，你们这种打地基的方式是不对的。基槽这方面，日月人都是挖半米深左右，在这儿冰封却要求挖1.5米深左右，各方面都很讲究啊。不对嘛，难怪我们村每年都有好多房子倒塌，尤其是遇上大雨大风的时候，不止我们村，整个日月部落的房子都不牢固，每次房子倒塌的时候呀，都会压伤或压死人，村民损失惨重啊。左村长，你给我们说一说你们盖房子的全过程吧。我是瓦匠，我爹是木匠，我们父子俩合力盖过2栋房子，打造过很多家具，虽然不是非常厉害，但经验和技术还是有的啊。瓦匠、木匠，你们这么厉害，怎么不早说呀？人才呀！我们的本事左七郎是知道的，我以为他会告诉你们的，怎么他没说吗？哎呀，糟糕，我忘说了。哎，不对呀，我给我爹和哥哥们，还有族长、大巫师以及2位镇长和其他村的村长说过了的，怎么他们没有告诉村长你吗？说个屁！你小子啊，告诉了那么多人，却唯独没有告诉我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是看我不顺眼吗？现在立刻马上把你知道的全说出来，否则弄死你！我们也要听。七郎，赶紧说清楚，不准再有任何疑问。一旁的金玉等人傻眼了，为什么他们会有一种左七郎是故意不说出来的感觉呢？野牛王和白狐见金玉忙得没空搭理他们，转身朝大山走去。壮壮，你的伤还未好，别走太远，在附近溜达溜达就行了。田人越来越啰嗦了，小心没有雄性喜欢。挖地不是你干的活，你和你大姑他们回左家去帮忙做饭吧。我力气不小的，不信我们掰手腕。掰什么掰？就你这细手腕还不够我捏的。走，跟我回去帮忙做饭。
打扰到你们了。得知你们今日开工盖房子，老夫实在是很好奇，忍不住前来看看。你们这是在挖基草？咦，怎么挖这么深？有什么讲究吗？左村长很是兴奋地给他们解释了一番。组长和大巫师顿觉惊奇，受益匪浅。裴组长，大巫师，有件事我们父子俩想与你们谈谈，可否介意不说话？裴组长，我已经从左村长那里了解了日月部落是怎么盖房子的。说实话，部落里盖出的房子很不安全。我们父子二人的能力，左七郎已经跟你们说过了。加入了月族，我们父子二人也成了日月人，有些手艺自然不会藏着掖着，所以我们父子二人想要收学徒，将手艺传承下去，建立一支盖房队伍。不知组长和大巫师意下如何？丁大师傅，你是说真的？你们真的要收徒？收我们月族的人为徒吗？组长唤我丁达就可以了。收徒，我和我儿是认真的。月族里有想学木匠手艺和瓦匠手艺的人，都可以来找我们。不过我们父子二人能力有限，一开始无法收太多学徒，最多只能收5人。5人也不少了，太好了。丁大师傅，丁达、丁峰，你们是我们部落的大恩人呐！年老的裴组长眼泪差点流出来。裴组长，你别激动，咱们慢慢说。丁达，你们不会改变主意的，对不对？不会，收徒对我和我儿子都有益，我们不会改变主意的。你尽管安排人过来，让我们考验考验，有天赋的我们就留下，好好教导；不适合学这门手艺的，我们就没办法教了。那需要交钱吗？交什么钱？跟你们学手艺怎能不交钱？那岂不是白学？占你们便宜？不行，交钱倒可不必，但吃苦是必须的。以木匠来说，一般人3年学徒，5年出师，7年成师傅，不是想学就能学会的。就算有天赋，也不一定都能坚持住。我天资愚笨，学木匠这门手艺的时候，用时5年出师，后跟在师傅底下干活，吃尽了委屈和苦头。出师的第3年，我才离开师傅，独自在外闯荡。而我儿11岁当瓦匠学徒，用时6年出师，付出的代价也是极大。所以，裴组长、大巫师，在这里我要跟你们说清楚，我们父子二人收徒的规矩。梁元是个有勇有谋的，他的话错不了。日月部落急需匠人，你瞧瞧他们的房子都是什么样，光是看着就不得劲儿。你和阿峰收了徒，不光能在部落里建立威信，让我们的日子过得更好，还能帮这些淳朴的日月人。日月部落除了穷点，人都是顶顶的好，不说全部都是好人，但至少我们现在遇上的都是善良的日月人，他们值得我们真心付出。等房子盖好了，你和阿峰负责带徒盖房，阿刘当教书先生教人识字，我负责带着阿肖阿洒2个小的开荒种地。只要我们勤劳苦干，日子肯定会越过越好，不会比在柳州府的时候差的。对，肯定不会差啊！光是想到以后的美好生活，我这心里就美得冒泡。来到日月部落，让我有种错觉，我们天生就属于这里。对，我也是这么觉得的。所以啊，咱们必须好好干，努力的干。小玉，娘做梦都想开一个馆子，可能力有限，会做的也就只有那几道菜色。虽说这点能力在日月部落也是够了，但是娘还是觉得不行，需要再好好的提升一下自己，想点新的菜色。但娘脑袋瓜子不灵光，愣是想不出什么新鲜的玩意儿来。所以闺女儿，宝贝儿，玉啊，你传授一下娘厨艺呗。娘想学我就教，不过我们得先种出粮食才行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。娘懂，种地肯定是要种的。你先给娘说说你会做哪些菜？我会的菜挺多的，糖醋里脊、红烧牛肉。啥？牛肉啊？忘了，这儿的牛是重要的劳动力，不能随便杀的。你们那儿能随便杀牛吃？能，杀的都是肉牛。娘，这牛肉的做法可多了，贼香，什么牛肉粉啊、牛肉火锅啊、牛排啊，都有牛肉啊。我可喜欢吃牛肉了。金玉说的太投入了，以至于金母听得入迷。一日一早起来的时候，一看到野牛王，他就忍不住两眼放光。野牛王莫名其妙。新加入我们月族里的那10几个人里，有2位是尊贵的匠人，2位师傅要收徒，只收5人。各村想学手艺的，年龄在10岁到20岁之间的男子都可以去报名参选。你们赶紧把这个消息传出来，让大伙来村中央场地集合。本村长详细的给大伙说说收徒的事儿。安静，都给我闭嘴！我是真没有想到，只是收几个徒弟而已，村子里就弄出这么大的阵仗，我压力好大呀。这年头谁都学手艺，公平竞争，以天赋实力说话，才能防止有人产生怨言。等确定好了各村有多少人想学手艺，你们就各自出一个题目，让他们去做，让各位村长把关，把好的留下，不好剔除，不用你们一个一个去考验，你们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。对，一层层的筛选下去，剩下50个人了，再带到我们面前，由我们亲自考验，从中挑选5人当徒弟，我带3个，阿峰带2
2个，等时机成熟了，又再找几个徒弟，带出更多手艺人。我们的家终于盖好了，谢谢你们的相助，真的很感谢你们。你们快别谢了，咱们都是互帮互助，亲眼看到如此完美的房子盖起来，我们也是开心的很。你们盖的房子很牢固，很坚实，密不透风，你们让我们大开眼界了。我们日月部落终于迎来了新生活。梁元，救命啊！七郎说你医术高明，求求你救救这个孩子吧，他快不行了。梁大夫，求求你救救我们的女儿！你们别跪，也别着急，容我给孩子看看。伸手一摸，滚烫似火，这是发热了，而且还很严重。桃花已经在慢慢退热了，再过2刻钟，他就会恢复如常。不过这孩子是隔时，会反复发热。回去之后，你们要多多注意，下午黄昏之前再带他过来，我给揉揉肚子。梁大夫，你乃神医在世啊！今日若是没有你，我们家桃花就要热坏脑子了。此等大恩，我们一家永记于心。今日来得及，身上没有带银钱，晚点我们定当送诊费过来。举手之劳，无需诊费。要的，梁大夫，诊费我们是一定要给的，看病哪有不给钱的？梁公子，我知你善良，但今日的诊费你得收。你不收下，后续再有人来找你，你难不成也不收诊费吗？那个，我虽是大巫师，可医术其实很一般。就刚才那种情况，在部落里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了，我却是无能为力，惭愧，实在惭愧。你今日救了小桃花，神医之名很快就会传出去，到时候就会有很多人来找你治病。好，我听你的，收下他们的诊费。我原本就有等安定下来之后就开医馆的打算，所以这后续若是有人生病，你无法医治的，都可以送来我这里，我会尽全力治病救人。真的，那真是太好了，梁公子，梁大夫，你是我见过的最好的医者，你也是我见过的最好的医者。你医术不精，不是因为能力不行，是你接触的不多，无人指导。倒是你若不嫌弃，日后医馆开张，你可以来当坐诊大夫，我们一起探讨医术。这真的可以吗？可以，谢谢你，梁公子，你是第一个愿意传授我医术的医者。说好了，我以后就是你医馆的坐诊大夫了。说出去的话，泼出去的水，你别想收回去，我会一直缠着你的。咱们已经很久没有吃米面了。以前住在左家不方便，现在住的新房，这里周围都没有邻居，我们是不是可以稍微改善伙食了？改，必须改。这以后没有外人的时候，咱们都以米面为主食。但偷偷摸摸的不是长久之计啊，咱们得赶紧把粮食种出来。所以过了今晚，趁着天凉没烈日，得赶紧开荒了。新开出的荒地想种出粮食，只怕不容易啊。没事儿，包在我身上，用法器买的种子与众不同，保准能让你们种出高产粮食。前提是大家可都不能偷懒啊。大姐放心，我保证不偷懒。哎呀，你小子最喜欢的事儿就是刨地，会偷懒才怪呢。刨地可以，读书识字绝不能落下。二表哥，你太扫兴了，人家最怕读书了。没出息，你娘我一把年纪学认字都比你快，怕也要学。白让你读书，你不好好学，你是想花钱是吧？行，那以后你的零花钱全给你二表哥。娘，我错了，我一定好好学。虎子，不管你是不是读书的料，都得好好学识字，学会认字，少吃亏。大姐，你说的我都懂，我也想努力，可我一写字就犯困，控制不住啊。哥，没关系，以后我教你悬梁刺股。你俩一起悬梁刺股，你也是个读书废的。小玉，我发现你这嘴越来越欠了。金玉掏出手机，按照各家的要求买了米面和各种调味料。除了米面，金玉还想买些菜种。虽说后面的天气会更冷，外面不适合种菜，但我们可以在屋里种，多砍些柴，把屋里弄暖和些。再加上这些种子的特性，我们肯定能种出冬季蔬菜，小白菜、香菜、菠菜，这些都可以用盆来种。种菜的盆，我们可以把它做得又长又大。我们不可能无休止的从手机里买种子啊，所以得学会留种，循环利用，让种子越来越多，多的可以卖给村里人，再扩散到越族乃至整个日月部落。大姐，我手臂也比你粗，吃的也比你多，为何力气却没有你的大呀？这不对呀，太不公平了。我们是一对爹娘生的，但我的脑子却比你和娇娇聪明，这也很不公平啊。哎，看到没有，咱们家大闺女不喜欢女工，迷上种地了。这速度，这力道，天生的种地人才啊！这才是她的真性子，还是法器的缘故？大姐太虎了，居然比我还虎！我不是最厉害的妞了。娘，我要学武功，不开荒了。喂，咱们必须开荒种地，练武需要吃饱饭才有力气练。想吃饱饭就得种地，想种地就得开荒。你现在做的一切都是在为练武做准备。来，继续挥舞你的锄头。
好。为了练武，使劲挖挖挖，顺便锻炼你的臂力，把臂力提升上来了，对你以后练武更有利。娘说的有道理，我这就努力干活。金父无语了，他媳妇儿越来越会忽悠人了。爹娘，你们的速度太慢了，干脆别挖了，你们负责捡石头，我来挖。野牛王从山里跑了出来，见金玉在刨地，跑过来围着他打转。闪开点儿，别挡着我刨地，我没空陪你玩。差点忘了，你是个犁地的好帮手啊。只是这犁得从哪里弄来呢？我们可以自己做犁，但不是现在，得开春以后才能做。做犁的铁从哪儿来呢？越族后面的百寿山里有铁矿，只是他们不认识，所以一直没有动用。那可真是太好了，我一直在想着如何将铁器拿出来呢，这下子能找着借口了。丁潇在铁铺做过1年学徒，可以让他跟着我制铁，学好了之后开个铁铺。都听你的。见金玉似乎又胖了一点儿，小脸红扑扑的，梁远有些手痒，想伸手摸摸。余光瞟见不远处的金父等人，还是忍住了没伸手。他不伸手，金玉却伸了手，他一把捏住了他的下巴。你的胡子长长了些，没有以前的青皮胡好看了。你喜欢我以前的样子？你以前那样比较有个性，魅力十足。别学我爹留那种胡子，好看是好看，但很显老。你绝对不能留长胡子。你都说显老了，我肯定不留。你喜欢什么样，我就为你打扮成什么样。我想看你穿女装的样子，你愿意为我打扮吗？嫁给我，你想怎么样都行。哎呀，好好的，你怎么就说到让我嫁给你了？咱们才安定下来，我有好多事情要做，这时候成亲不太合适。哎呀，可算停下来了，累死我了。大姐不停下，我们都不敢停下。多亏了阿元啊，我挖不动了，实在是追不上大姐。儿子，你别跟你大姐比，她现在不一样了，谁都比不了，你跟普通人比就行了。对，你娘说的很对，与同龄人相比呀，你已经很能干了。你爹像你这么大的时候，弱的锄头都挥不动呢，你比你爹强很多很多了。谁说的？我那是不愿意挥锄头，干了活也是白干。我真想干活，刷2下子就能跟牛似的刨出1垄地。看看你面前的这块地，你刨了一上午，刨出1垄了没？没，但是我捡了很多的石头。小归小，小声一点。走，我们回屋里去喝口水。爹，你腰上有水呢。让你回屋就回屋。金玉回头望了眼，见金母四人回了屋，他刚想站起来，手就被梁元拉住。别走，我们还得继续说成亲的事儿。你真想成亲啊？我很认真，不是跟你开玩笑。为什么突然想成亲了呢？不是突然想，是最近都在想。初遇左七郎的时候，左七郎唤金玉为仙女，看他的眼神带着光，令他很不爽，所以在上船之前，他暗中警告了左七郎。但到了船上后，陈大旺等人也都盯上了金玉，虽然目的不是很明显，但他还是感觉到了，令他心烦意躁。来了越族之后，盖房子的那些日子，他碰巧看到来帮忙的越族年轻男子中，大部分人都在背地里讨论金玉，他们不知道他和金玉两情相悦，有婚约，觉得金玉人美心好，想娶金玉当媳妇儿，这他能忍吗？不能忍啊！我居然这么受欢迎啊！你一点都不差，不要怀疑自己的魅力。你是怕我被抢走，所以才急着要让我嫁给你？不，我对自己很有自信，他们是抢不走你的。你也不是见异思迁之人，你和我是同一类人，所以才会互相看对眼。我想成亲，是因为我真的很想娶你为妻。你想做的事情，成亲后也可以做。我不仅不会限制你的自由，还会帮着你做你想做的事情，种地、开牧场、开菜馆、建山庄、造果园都可以做。有我和你一起努力，你能更快完成这些目标。我们两家离得近，嫁给我之后，你可以上午在家里，晚上回娘家，想怎么走动都可以。两家的地，你想种哪块就种哪块。总之一句话，嫁给了我，你吃不了亏，上不了当，生活会比以前更幸福自在。金玉听得脑子嗡嗡嗡的，梁元太会蛊惑人了，他差点就脱口答应了。不行，冷静，必须冷静。那个梁元，成亲的事儿，我能提一个要求吗？成亲后能不能不急着要孩子呀？啊，我不是不喜欢孩子，也不是不想跟你生孩子，只是我还不到16岁，身子没有发育完全，太早生娃伤身。我想等18岁以后再生娃，然后不想一直生个不停。傻姑娘，我娶你不是为了传宗接代，是真的喜欢你，我想对你好，好一辈子。生孩子全凭你自愿，你想什么时候要孩子，我们就什么时候。想生几个由你决定，我绝不逼你。生不生我决定不了啊，这成了亲就会有夫妻生活，这里的避孕措施极差，很容易就会怀上，不想怀就得喝避子汤啥的。不喝，我不会让你喝那种东西的，那是害人的玩意儿。不喝那个，我怎么避孕啊？这个我自有打算，反正我是不会让你喝那种损害身体的东西的。今天的话，我不会只是嘴上说说，我会用实际行动证明的。你想怎么证明？嫁给我，你就知道了。好啊，你答应了。有什么好惊讶的？我不是早就说过了吗？你是我的男人，我不嫁给你，嫁给谁啊？梁元高兴的心飞扬，一个激动将金玉打横抱起，在原地转了个圈。我这就回去准备，3天后去你家提亲，把亲事定下了，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是我的未婚妻，再选个好日子迎娶你进门。都听你的安排。不过日月部落的成亲习俗是什么样的？跟赤云国一样吗？以前不一样，近几年已经一样了。男尊女卑，在日月部落也可以3妻4妾吗？虽能3妻4妾，但部落里很
少有男子会这样，因为他们养不起。因为养不起，所以就不娶吗？那以后若是生活好了，养得起了，是不是就可以随便纳妾了？等生活好了，就给部落立下规矩，把女子的地位提升上来，禁止3妻4妾。这事儿我们现在说了不算，但以后可就不一定了。野牛王在旁边等了很久，见他们二人一直说个不停，还搂搂抱抱的，就很不耐烦的走了过来，用脑袋去拱梁元。他太闲了，得赶紧给他找个伴儿。不好找啊，普通的牛他看不上。抽空我们进山一趟，有个地方有野牛。好好好，等他有了伴儿，有了崽崽，咱们家就有很多头牛可以用了。他要种很多很多的地，一头牛是肯定不够用的。等哪天天气好了，我们就进山。啥？这么快？你们在外面谈了这么久，就说了提亲的事儿，还说了成亲以后的事情。你们可真是什么都能说。还没提亲呢，就计划好成亲以后的事情了。等天气好些了，我就和梁元进一次深山，寻头母牛给壮壮做个伴。这个好，壮壮这么厉害，配出的牛崽子肯定也很厉害。到时候生个1头、2头、3头，我们就有一群牛可以用来犁地了。一群个屁！你养得起吗？有那么多地种吗？现在没有，不代表以后没有。我天天努力开荒，把荒地种成好地，总有一天我会变成大地主的。虎子，姐支持你，咱们姐弟一起干，坐拥100亩良田，建大庄园，再弄个大果园、茶叶山、药园、牧场，一样都不能少。你们姐弟俩可真能想，有干劲儿是好的，但是别把自己给累趴了。不会的，娘，你放心吧，我们会量力而行的。儿子，这么快就哄好小玉了？行行行，咱们家里的银子还有剩余，全交给你使用了。哥，大姐进门后，我能跟她睡一个屋吗？别总是大姐大姐的叫，她是你未来嫂子，你该叫嫂子。嫂子不也是姐姐吗？行，嫂子，我能跟嫂子一屋吗？不能，因为她是我媳妇儿。你个男狐狸精！那不是袁媒婆吗？梁大夫带她上金家做什么？哎，没看到梁大夫父子手里的东西吗？那都是提亲用的，这是要去金家提亲呐。提亲？跟谁提？为谁提？哎呀，笨，当然是梁大夫和金姑娘了。前几日左七郎不是跟我们说了吗？梁大夫和金姑娘在老家的时候就定有婚约的，若不是因为天灾，两人已经成亲了。哎呀，我都给忘了，这么好的姑娘已经有喜欢的人了，我心里好难受啊。你还想打金姑娘的主意呢？嘿，别想了，赶紧拿你的弓箭打猎去吧。金家梁元几人一走，金母就和金玉说起了袁小鱼。哎，我头一次见到未婚女子当媒婆，这小鱼姑娘是怎么想的呀？她长得秀秀丽丽的，懂事有礼，还很活泼，这么好的女孩子，怎么没有许配给人家呢？每个人的想法都是不一样的，我能看得出来，小鱼姑娘是真的很喜欢给人说媒。哼哼哼，哼什么哼？看到我也不打个招呼。你等一下，我听说你帮梁家去金家提亲了，是不是？这梁元是怎么想的？居然找你当媒人？找我怎么了？我有能力，人家看得起我，就找我了，怎么的？左七郎，我早就不是以前那个只会捕鱼打猎的袁小鱼了，我很能干的。你很能干，能干到18岁了都没把自己嫁出去。哼，你不也是19岁了没娶吗？一把年纪了，还整天的招花惹草的，小心点儿，别把自己给折腾废了。我没有招花惹草了，我现在看到女孩子都会躲得远远的。那你现在怎么不离我远一点？我没把你当女子，我把你当哥们儿。滚！谁现在当你哥们儿？呸！袁小鱼呸了一口，扭着小蛮腰就走了。哎，这丫头前2年在外面到底是受了什么刺激了？为何回来后就变了一个人？这种山里居然能有这种野水牛！金玉身旁的野牛王忽地兴奋起来，摇头晃脑2下后，就朝着野牛群跑了过去。壮壮，停下，别惊扰了他们！金玉拦都拦不住。美妞，以后你就是我媳妇儿了，俺老牛会好好对你的。壮壮，你快起来，别把他压死了！野牛王看了野水牛一眼，见他翻白眼了，忙从他身上下来，用脑袋拱他。媳妇儿，你别死啊！田人，你快拿甜水给俺老牛的媳妇儿喝。金玉赶忙给野水牛喝了些灵泉水，水一入口，野水牛的身子就顿了下，不翻白眼了，好好喝呀！金玉又给他喝了点灵泉水，野水牛乖巧的喝完了水之后，就盯着金玉看，不离去了。媳妇儿，你好了，我们亲亲。野水牛怕极了野牛王，可又舍不得离开金玉，他气喘吁吁的纠结了好一会儿，最后还是一咬牙转身跑了。野牛王忙追上去，跟着野水牛一起钻进林子里。我们追还是不追啊？不追，他们速度快，我们追不上。相信壮壮，他会把媳妇带回家的。我头一次看到壮壮见到母牛如此兴奋。刚才那头野水牛确实很不错，壮壮要是真能拿下它就好了。我刚才还生出了想要把那8头野牛全养了的念头，它们长得真的太强壮了。野兽不好带回去养，不过
可以在山里养，这里有河有山有草地，很适合养殖野兽。你不用每天来守着它们，只需隔三差五的来喂它们喝点灵泉水就行了。等它们熟悉了你我身上的人族气息，再把它们带出山。这个可以有啊。时间还早，我带你去一个地方看看。这个就是你说的铁矿。制作铁矿石占地差不多有10里，一经开采，整个日月部落都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。不好了，有野兽下山了，还追着壮壮，快来人呐，救牛呢！敲锣声把牛儿们吓了一跳，野水牛们惊得差点四处乱窜。还好野牛王够霸气，都给本王安静！小小铜锣声就吓成这样，没出息！看本王来，跺跺脚，排着队给本王往前跑。天人在家里等着你们呢，这才对嘛！本牛王的小弟必须胆大。来人呐，野兽下山了，壮壮被追杀了，救牛啊！壮壮出事了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听到有人喊救牛，救什么牛啊？是壮壮，他被好几头野兽追赶，追他的是什么野兽？看模样像是野牛，有8头。啥？8头野牛追壮壮？什么牛这么大胆啊，居然敢追壮壮，怕是不要命了。壮壮这头蛮牛可是连大虫见了都怕的狠角色。爹娘，我们回来了，没事儿。这8头牛都是壮壮新认识的朋友，是来我们家做客的，他们不会进村里，也不会伤害人的。我就说呢，以壮壮的本事，哪能会任由野兽追赶自己，不把对方撞飞啊？原来这些都是他的小弟呀！壮壮不愧是神牛，连野水牛都能征服，太厉害了！壮壮，我太崇拜你了。天人，你看，这是俺老牛新收的小弟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这是我媳妇儿，你看她是不是长得很漂亮？过不了多久，俺媳妇儿就会给俺老牛生一堆大胖崽崽了，你羡慕吧？哈哈，你没有崽崽。金玉傻眼了，这牛太嘚瑟了，还挺会炫耀。爹，你看牛，好多牛啊！壮壮真好，知道我们家种地缺牛，就帮我们带来了这么多野牛。我们家种地不愁牛了，我太兴奋了！哎，我的锄头呢？我忍不住了，我要去刨2垄地。儿子呀，你高兴得太早了，你得搞清楚一个问题，有牛是好事，但是我们现在养不起呀，这么多的牛得吃多少草料啊？这大冬天的，我们上哪里去给他们找吃的？家里还有5匹马呢，你是想累死我，还是累死你呀？爹，你不用操心，这些牛我们不养在家里，他们是野牛，有野性，你们是管不住他们的。一会儿我就让壮壮把他们带回山里，等天气好了，我们再和壮壮一起去驯服这些野牛。等他们愿意和人亲近了，开春了，再让他们出山。你既跟了壮壮，日后就是我亲家的牛了。你的小伙伴们只要愿意，我会接纳他们，不过你们得听话。安抚了水牛群，金玉又去和野牛王沟通，别再冒冒失失的把他们带下山了，他们跟你不一样，你是成精的牛，他们只是普通的野牛。山下村子多，里面猎人无数，避免你媳妇儿他们被猎人误伤，你必须约束他们，听懂了吗？野牛王摇头，张嘴还想喝水。听不懂？那行，别喝水了，喝了也是白喝，浪费我的灵泉水。喝了几个月，居然还听不懂我的话。天人，别生气，俺老牛听懂了，俺老牛是逗你的，你最好了，快给俺老牛水喝吧。野牛王带着野水牛群回了山里，亲眼看到他们的身影消失在山林口，左家村的村民们这才松了口气。梁园的医馆开张了，名为玉园医馆。玉园医馆是整个日月部落的第一个医馆，且梁大夫收费低，冬季生病之人极多，来看病的人不会少，人一旦多了，屋子就小了，这医馆得扩建才行。若是地基不够，本族长送梁大夫一些。够了，我有打算扩建医馆，但不是现在，得等开春以后。不是做梦。梁大夫他真的发现了铁矿，我的老天爷呀！他不仅发现了铁矿，还会制铁，我们越族要发了，越族崛起指日可待呀！等铁器制造出来，咱们越族的实力定能远超日族，到时候就能够将日族合并了，日月2族合为一族，自成一国，变得越来越强。我发现我在医术方面挺有天赋的，学得比伯父和小月都快。你本来就很厉害，好好学。咱们的医馆需要一位女医坐镇，没有女医，女子看病极为不方便。我肯定会好好学的。哎，我可真忙啊，什么都要学。还好我脑子灵活，不然学这么多东西，头都得爆炸了。相比医术，我还是更喜欢种地，所以不能放弃教小月医术，得让她一直学下去。有本事在身，走到哪儿都不愁吃穿。她很聪明的，肯定能学会。嫂子，你刚才说什么？你说我聪明？
你夸我啦，我太高兴了，不就是学医吗？小意思了，我今后一定会跟嫂子好好学的。不是跟我学，是跟你哥学，他才是大夫，我不是。我不嘛，我不跟我哥学，我要跟嫂子学医，嫂子比我聪明，学得比我快，你学会了，我再跟你学，好不好嘛？嫂子，我求求你了。好，嫂子教你，嫂子不仅教你学医，还可以教你女工种地。种地就不用了，我没有嫂子你那么大的力气。原来这种石头就是铁矿，这东西我见过呀，不止你见过，我也见过，村里很多人都见过。我们一直以为这是普通石头，没想到它居然是宝贝。咱们越族守了这宝贝多年，居然一直没有认出来，造孽呀！梁大夫，谢谢你，若不是你来了，这铁矿就只能一直留在这里了。你是我们越族的大恩人呐，铁矿山交给你管理，我们很放心，以后都要辛苦你了。族长，今日除了带你们来看铁矿，还有件事情要与你们说。你们看，这是什么？种子，小白菜。咦，不对，咱们族里的白菜都冻死了。金姑娘，你这个是哪儿来的？这是我种的冬季蔬菜。我们3家人来日月部落的时候，所带的行囊里有一大袋种子，粮种和菜种都有，品种繁多。上个月，我与爹娘他们用菜种在灶房里种了冬季蔬菜，虽然很麻烦，但还好，我们如愿的种出蔬菜了。你们看，这小白菜长得是不是很喜人？裴族长2人点头。除了白菜，我还种了其他的菜。梁家还有我大姑他们家也种了不少冬季蔬菜。一会儿，族长可以和大巫师去瞧瞧。好，我们现在就去瞧。这蒜苗的长势真好，怎么看都好看，闻着也很不错，香菜更是喜人呐。族长，蔬菜你们也看到了，难道不想让族人也跟着我们3家一起种植吗？可以吗？当然可以啦，我们喜家种的菜不会全部吃完的，会留一些做种。除了这些，我们手里还有其他的种子，这几日就要开始种植了。因种子不多，所以暂时无法卖给族人们。等我们种出了东西，培育出更多的种子，若族里有人需要，想跟着学习种地，便可来我们3家买种子，学着种地，我们会尽心教导的。金姑娘，你也是我们越族的大恩人呐。他胡子打颤的看着金羽一家，你们都是越族的大恩人，我裴武刀感激不尽。金姑娘，菜种的事儿咱们先不急着说出去，等你们培育出了种子，我再告诉族人们，行吗？好。啊？啥？你们发现了铁矿山，还想让你爹当铁矿山的大管事，让我当2管事？哎呦，爹，你稳着点儿，凳子没偏，你屁股就自个儿滑出去了，不就是铁矿吗？大姐，啥是铁矿啊？让你多跟你3表哥学学，你不听，你非得扎根在地里。铁矿是啥？铁矿是一种可以炼出铁的石头。别告诉我你不知道什么是铁呀！锄头、镰刀、砍柴刀，那都是用铁打造的。日月部落里没有铁铺，也不知道从哪里弄铁来打造农具，所以我们想买农具都买不到。如今有了铁矿，就能自己打造农具了。哎，等等，不对呀，我们不会打铁呀。丁潇还小，只在铁铺待过1年，半吊子都算不上。难不成我们得指望他？这得给孩子多大压力呀！爹，你别小看丁潇，他虽然年纪不大，但好歹在铁铺待过，基本的东西还是懂的。再者，不是还有梁元吗？忘了告诉你们啦，梁元也会打铁，只是经验不足，打得没有老师傅的好。啥？他会打铁？你怎么什么都会啊？梁元10岁养家，什么苦没吃过，什么活没做过。爹，你对他的了解还是太少了。阿元好样的，以后叔啊就跟着你干了，你让叔做什么，叔就做什么。我与小玉定了亲，以后娶了她，和金家便是一家人。铁矿山的活怎么也得先紧着自家人了。以永叔的能力，定能管好铁矿山的。我虽是大管事，可没有金老弟机灵。这铁矿山开采以后，很多事儿还得仰仗金老弟的。铁矿之事，族长今日就会宣告下去。我已经与族长说好，因制铁能力有限，我们暂时不急着开采铁矿，先用一部分铁矿石试着提铁炼制出铁具，将制铁技术灵活运用了，再招工建作坊，开采矿石炼铁。有了铁，就可以开铁铺卖铁具。铁在这里虽是稀罕之物，但日月部落的情况与诸国差距太大，所以日后打造出来的铁具，我并不想卖得太贵，卖价会比诸国的低很多。等日月部落逐渐变好，我们制铁的能力也有所提升了，再把价格慢慢涨起来。你既然承包了铁矿山，便就是在做生意，要养家糊口，养石工，养铁工，铁具的价格就不能过低，低了亏本赔钱，也不能太高，高了就是奸商，日月部落承受不起。制铁的事儿肯定是要让丁潇参与，他是有这个能力的，不能埋没了他。虎子若是想学，我也可以一起教导。不，我不学炼铁，我要种地。金父一巴掌拍在自己的脑门上去，气得翻白眼。
雪团，别动，我帮你吹吹。雪团一动不动的任由他帮自己吹眼睛，见胡小弟又被自己甩出去了，野牛王很是自责，带着媳妇儿跑了过来。壮壮，下次别再跑这么快了。不是俺老牛的错，是老天的错，谁让他乱打雷的？光打雷不下雨，早晚被雷劈。劈牛了！吓死牛了！老天不长眼呐！你媳妇儿不要了，杀牛！你不是很拽很胆大的吗？你的狠劲儿呢？俺老牛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怕老天打雷。小玉啊，这白菜比我们以前种的好吃，明明长得一样，味道却很不一样。法器卖的种子就是好啊！法器是能买很多东西，但是那些食物吃多了，味道就不惊艳了，始终不如我们自己做的好吃。所以啊，想吃美食就必须努力种地。那我们这几天把菜种好了，就去挖引水沟和排水沟吧。山上有溪流，离我们家没多远，很适合挖水渠。挑水灌田太麻烦了，不如引水来的轻巧。行，你说挖哪儿，我们就挖哪儿。什么？你们家要开书院和建砖窑？你们后面是不是还有什么惊喜在等着我们？后面有没有惊喜我们不知道，但我们现在想开书院和建砖窑是真的，还望族长能够同意，将月亮河旁边的那几块地卖给我们。只要你们能造出青砖，能教族里的人识字，本族长事事顺着你们，让出族长之位都行啊！不敢，我们哪敢要您的族长之位？大不敬！这话族长可千万不能再说了，没有什么大不敬的，这里和外面一样，日月部落以实力为尊，谁能带领部落走向繁荣，就是部落里地位最高的。我一人能力有限，加上现在没有青砖，所以书院我会暂时开办在家里头。正好盖房的时候多盖了2间房子，足够我教导学子读书写字了。因男女有别，书院里只有我一个教书先生，所以书院只招5岁以上、40岁以下的男子，不招女子，而且只招30人，人数太多，我教导不过来。束修每人1年300文钱，我家房间有限，食物也不多，是无法为学生提供住宿和伙食的。部落里没有卖文房四宝的墨斋，也没有人会造纸，我手上的书本只有几本，实在无法发给学生们，所以我不收书本费，我会用自己的方式来教导学生识字写字。你们2个不是进山了吗？找到了想找的东西就出来了。祛疤的药材我都找齐了，明儿个就开始做药膏，后日给你涂抹半个月，你脸上的疤痕就能消除。我们这次进山找到的药材很足，能做出10几人份的祛疤膏，我们每个人都能用上祛疤膏。这真是个好消息啊！阿元，这祛疤膏做好之后你得收银子知道吗？不然我们可不好意思要。收1两银子1瓶，这价格也太贵了，经我之手必属精品，1两银子乃亲情价，这若是卖给外人，少于100两我不卖。哎呦喂，梁神医，看把你给能耐的！我就是有能耐，怎么了？你不服？不服建砖窑的时候就别来找我。表妹夫，别呀，说好了你要帮我把关的，不能食言。行了，我服你总成了吧？这还差不多。就你嘚瑟！你不是说很喜欢我嘚瑟的样子？你们2个给我打住，又打情骂俏去那边看到了没有？那里有棵树，慢走不送。这些钱你自己收好了，以后好用来娶媳妇儿。娘，我才15，娶妻的事不急。什么15？已经快16了，你比小玉大2个多月呢。娶妻也就这几年的功夫，差不了多久，你存着就是了。家里有银子，你的钱我们暂时用不着，等需要的时候再找你要。行了，明日就要正式上课了，你早点休息，娘先走了。他都已经不是他了，我怎么可能还会娶妻？爹娘，就当是孩儿对不起你们了。升级？原来我的手机不仅能购物，还能解锁新功能啊！这么好的事儿，一开始怎么不说啊？民以食为天，种地是农之根本。他若想升级桃园，就必须种地，种出天下安康。种出的粮食越多，桃园升级的就越快。弹框消失后，我的个乖乖，造纸术都能有啊！他的脑子里立马就多出了造纸术的发展历史和造纸术的过程，真是神奇他妈给神奇开门，神奇到家了！我这是要变造纸天才了！不行，这是祖先的智慧，我不能乱用，要善用啊！太激动了，我要把草纸造出来，再也不想用树叶子擦屁屁了。我伟大的祖先们，爱死你们了！你真的会造纸，而且还能造出那种很好很白的纸。是的，我没骗你们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我以前所待的地方造纸技术十分强大，硬纸、软纸、宣纸都能造出来，赤橙红绿青蓝紫，什么颜色的纸都能造出来。别说了，越说我越心痒。这法器也太神奇了，居然还能升级，传授你这种本事。哎呀，我这心啊跳得好厉害。闺女，咱们什么时候开干？要怎么干？
是开造纸作坊吗？不急，我们先去找梁元，与他商议商议。造纸所用的工具十分繁杂，单靠我们自家人是做不出来的，得从长计议。开造纸作坊可以，但他不想自己开，想让别人开。管理一个作坊太麻烦了。你是要把法器能升级的事儿也一同告诉他梁元？是的，我们就快成亲了，以后就是夫妻，夫妻之间不就该坦诚相待吗？你说的对，你自己决定好了就行。梁元这个人可信，至于你大姑他们那里造纸术的事情可以说，法器的事儿就不必说了，随便找个借口解释造纸术的来历就行了，他们心里都明白。这蔬菜是越吃越香啊！以前天天想吃肉，现在天天想吃蔬菜，反过来了。你也不看看这些菜是谁种的，种子是从哪儿买的，那都是小玉的功劳。娘，你可别说什么功劳，真要论功劳，咱们家每个人的功劳都很大。我还是觉得大姐的功劳最大，开垦土地的时候就属大姐最厉害。对，大姐功劳最大，大姐最完美，会做衣服鞋子，还会种地，爹娘都没有大姐种得好。大姐不仅本领大，还长得好看。我最羡慕大姐的肌肤，白白嫩嫩的，怎么晒都晒不黑，而且还吃不胖。大姐太瘦了。娇娇，把瘦这个字给我咽回去。胖和瘦已经是过去式，她现在是不胖不瘦，刚刚好。我说错了，大姐以前瘦，现在不瘦了，脸上有肉了，这里还鼓鼓的。瞎比划什么？赶紧吃你的饭，食不言寝不语啊！以后吃饭别说话。金玉丝毫不觉得尴尬，反而还因为金娇说的那句鼓鼓的话感到开心。她悄悄瞄了眼自己的胸，哎呦喂，还真的鼓鼓的呢，不再是飞机场了。玉姐姐、永叔、金婶婶，你们来了，快进屋里请坐。哥真没出息，到现在都还没能把大姐迎进家门，害得我不能天天看到大姐，也不能喊大姐为大姐，嫂子也不能喊，非得喊什么玉姐姐。玉姐姐没有大姐这个称呼霸气。小月，不用客气，我们是来找你哥的，他人呢？大姐不是来找我的可恶的臭哥哥抢我大姐，哥和爹在后院，肖哥哥也在。好，那你继续忙着，我们去找你哥了。不舍得看着金玉离开，大姐还有几天嫁给我哥来着？我数数还有那么多天呀，我哥真没用。你们刚才在说木炭吗？炼铁需要木炭，普通的木柴不行，热度不够，无法将铁矿融化。可是日月部落没有人会烧制木炭，所用的木炭都是从外面买来的，量很少。我们商量着，暂时不管铁矿了，先做个土窑，把木炭烧制出来，再炼铁。你们自己烧制木炭，你们会吗？我不会，梁伯父也不会，但是元哥会。永叔，我元哥厉害着呢。什么你元哥？这是我未来女婿。等你们烧制出了木炭，裴组长他们又得高兴坏了。可不得高兴嘛！虽说青砖和铁器还未弄出来，但自从种出了蔬菜，开了书院，裴组长他们都差点把我们当神仙给供起来了。乡亲们也一个比一个热情，我们在村里走动，到哪儿都有一堆人给我们打招呼。进山的时候，也有好多猎户怕我们不识路，给我们指路呢。裴组长是个很好的领导者，他懂得善用人才，善待人才，我们在月族过得很滋润。裴组长不仅善良，还是个很有趣的老人家。自书院开始上课后，裴组长隔三差五就会抽空来书院偷偷听课，就趴在窗口。裴组长明明可以进教室听课的，可他却不愿进去，说他年纪大了，记性不好，学不到什么的，进去会打扰到学生学习。他趴在窗口，不光是为了求学，最主要的是他喜欢听学生们读书的声音，喜欢看他们练习写字的样子。造纸术的事儿，你们是怎么想？小玉说要跟你商议商议，听听你的想法。造纸这门工艺利己利民，我们无需藏着掖着，可以直接开办造纸作坊，但这作坊却不能由我们来办。为什么？我们三家就这么点人，要开荒种地，开书院，建砖窑，开采铁矿，烧制木炭，事儿如此之多，忙起来人人脚不沾地，哪还有心思去造纸？爹娘，梁元要说的就是我想说的。我知道你们很想自己建作坊，做一番大事，但我们能力有限，太急于求成，得不偿失，累坏了身子，可就享不了福了。我是这么想的，咱们可以用手艺和裴组长合伙建造纸作坊，作坊交给裴组长管理，我们只负责教会工人造纸就行了。等赚了钱，咱们坐着就能拿分红了。虽说这样没有自己开作坊赚得多，但是什么利益都让我们占了，一点都不给月族，那实在说不过去。书院、砖窑、铁矿、木炭等等，这些东西都在我们几家人手里，我们总得给月族一些大甜头啊！毕竟我们现在是在月族的地盘上。对哦，还可以与裴组长合伙呢。哎呀，我这脑瓜子咋就没转过弯来呢？哎呀，笨，太笨了！和裴组长合作
好处多得很，能省去很多麻烦。最重要的是啊，能让我们更好的融入越族里，让更多的越族人接纳我们。小玉说的很有道理，我们的确没有多余的时间来管理作坊。哦，不对，是根本就没有那个能力。建作坊何其困难，咱们又是从外面来的，刚开始或许能雇佣到越族人干活，可时间长了，再淳朴的人也难免会有想法的。把作坊交给裴组长来办，这真的是很合适。麻烦事情全交给裴组长自个儿忙了，我们呢只管拿分红。等等，是小玉只管拿分红就行，方法是小玉提供的，不管他是怎么来的，那都是小玉的。对，都是小玉的，是小玉的，谁也不能抢。见大家都要把分红全给自己，金玉感动的同时又哭笑不得，他很坦然地应了下来。我能画出造纸工具的结构图，让我画下来，咱们就把工具做出来。先试着造纸，做出了纸张，再拿去和裴组长商谈合伙之事，才更有说服力。小玉过阵子还得去和裴组长谈合作的事儿，若是问起造纸术的出处，咱们就统一口径，说小玉啊曾在造纸作坊做过活，因聪慧记住了造纸的部分工艺，在家琢磨了多日后，就侥幸的做出了纸。这里不是赤云国，无人知道我们在柳州府曾做过什么。小玉常年病魔缠身的事儿，除了我们自己，无人知晓。咱们不说，谁也不知道。我们说他在造纸作坊做过活，那就是做过活。我们说他从小到大是健康的，那就是健康的。小玉本来就是健康的，她的能力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，谁敢怀疑，那就自个儿去柳州府查，能查到也算他有本事。金姑娘，我是王大文，你还记得我吗？去跟他打声招呼。梁元点点头，抛开秦雨柔不说，王大文此人是个好的。大文兄弟，梁元兄弟，想跟你们说上两句话可真不容易，方才你们越族的人都不让我们过来，嫌我们人多，怕吓着你们了。秦雨柔隐晦地偷瞧了梁元两眼，当时在船上的时候，他就觉得这个男子很俊俏，如今许久未见，他发现这个男子更有魅力。若能，金玉一抬眼就对上了秦雨柔那窥视的目光。把你的眼珠子给我收回去。秦雨柔忙吓得把目光收回，躲到了王大文的身后。金姑娘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只是不小心注意到你媳妇的眼珠子会往外凸，生怕她的眼珠子掉下来，我就下意识的出声，吓得她收回了眼珠子。大文兄弟，身为大夫，我一眼就看出来了，你媳妇儿的眼睛是有病的，这病得早治，否则也会瞎。但是很抱歉，我不会治这种眼病。你们算了，不说了，我们还有事儿，先走了。梁元兄弟，王大文想追上去，可梁元二人的背影却眨眼就淹没在人群里。秦雨柔气得胸口起伏，说我的眼睛有病，胡说八道！我没有病，我的眼睛一点问题都没有，他们两个是骗你的。是，你没病，你的眼睛这么好看，不可能有病的。嘴上虽然这么说，但王大文心里却不是这么想的。你刚才没看到他看你的眼神有多恶心？若不是因为路上人多，我真想把他的眼珠子挖出来。这女人有毛病啊，有了相公还窥视别的男人，出门遇上这么个不安分的玩意儿，真是晦气。不气了，为那种人生气不值得。我只是不喜欢别人用那种眼光盯着你看。什么人呢？自己的相公就在旁边呢，也敢看别的男人，不要脸！梁元，我总觉得这个女人肯定会弄出幺蛾子。你也说了，她是个害人精，上辈子害死了左七郎。既然如此，趁着这次机会，咱们找机会让她现出原形，怎么样？可以，早日把隐藏的祸害除去了，才好安定过生活。梁大夫，金姑娘，真是你们呀！我还以为我看错了呢。你们怎么来海边了？我们想出海捕鱼。袁小鱼一家都是很热情的人，得知金玉和梁元要出海捕鱼，就借了一艘船给他们，让他们二人与他们同行。我俩没有啥捕鱼的经验，这次出海捕鱼是假，实际就是想在海上玩玩，看一眼海上的美景。我们不想给任何人添麻烦，所以这次出海我们就不跟你们一起了。谢谢你们的好意。部落的人出海捕鱼，乘的都是小木船，这船狭窄不结实，所以捕鱼的时候大家都不会跑远的，远了容易出事儿，尤其是鬼屋那边更是不能过去，相当的危险。